今天是母亲节，我们首先要祝全天下的母亲节快乐。是的，对，那你自己也是一位母亲，我们在不同的地方生活过，我们就分享一下自己和身边的故事吧，可能不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典型性，但是我想能够体味和琢磨出一些东西，对自己的生活也会有启发。是我今天早上一早就收到我们所在的不同的 WhatsApp 那种group chat 当中，大家祝贺母亲节的这些词儿，其中最好的一句、最打动我的那一句就是说 "Be proud of yourself because you are a great mom"。我觉得我来马来西亚1年了，1年之前的我觉得做母亲是一件没有办法让自己骄傲起来的事情。那就说明母亲这个角色在你身上是一个负担。对，现在应该。我觉得这1年来角色的转变，我可能从一个工作的母亲，然后到了一个全职的妈妈，然后全职的主妇，我的身份有了转变，我看到了这里更多妈妈的一个生活状态，我感觉到真的是我开始感到为做母亲这件事情感到自豪。自豪，对，我觉得这个词特别好，因为一个身份能够让自己自豪，那将是一个多美妙的一个烙印。对，原先在上海的时候做母亲，你不觉得自豪吗？对，我是不觉得自豪，而且我相信我身边有很多的人也不觉得做母亲是一件很享受的事情。先说看你吧，你为什么不觉得自豪呢？首先，我觉得我们身边绝大部分的人跟我们一样，一个妈妈如果她是一个在中国她是一个有工作的妈妈的话，其实她是没有办法实现独立带娃的。也就是说，她依靠上一代，或者你得花很贵的钱去请这样一个所谓的住家保姆才能够实现带娃。所以我感觉，因为你不能够独立的带娃，我带来的就是一个深深的双重谴责，一个是对自己孩子的一个愧疚，我会觉得说我是一个妈妈，我都没有这个能力照顾好我的孩子，特别是我在加班的时候，你有一种对孩子的愧疚。接下来就是对父母还有对公公婆婆的愧疚，就是说他们都已经退休了，怎么还要替我去承担育儿的责任？他们也很辛苦，对吗？第三个呢，我就感觉说这样做这样的事情之后，我觉得其实还有一层就是上一代带孩子跟我带孩子之间的观念上的差异引致的这些冲突，其实是带来一种吃力不讨好的体验。所以你在工作上面，我就没有办法说既为自己工作者感到骄傲，又为自己是一个工作妈妈骄傲，就做不到这一点，反而好像每一个面都没有做好。对，而且我觉得在中国有比较强的一个非常有趣的意识，觉得说男人一定要比女人挣得多。我也长期以来有这样一个很陈旧的这个想法，所以说经常自己带娃、做妈妈、做家庭主妇不太如意的时候，就会对着老公对着你爆发说，都是你挣钱不够多，所以我不能够做全职妈妈。对不对？说明说对母亲的想象，它的内涵在你看起来有过发生变化。对，原先我觉得既想做好一个母亲，但是你看你又会觉得完全要做到是遥不可及的，在时间上面、要求上面，然后面向老年人跟我们带小孩的理念的差异、社会的压力，其实会压垮一个人的。对，我觉得在中国做一个让自己感到骄傲的这样一个妈妈太难了，是有好多的 KPI 指标，你一个个去打框。太难实现了，比如说你要挣得多，你要在职场上你要做到领导级别，能把家庭照顾好，你老公要挣得比你多，你的公婆关系相处得很好，你跟爸妈也很相处得很好，这个不可能全部做到。对，其实你看你讲了这么多，你要怎样讲，但你唯一缺的就是一个你自己。对，你要去体味自己的心灵，自己的自由，自己为自己而感到自豪嘛。我记得 Wilson 很小，我们看一本书，它叫《实用程序育儿法》，这里面讲的就是带小孩子，它4个步骤叫 Easy 模式 EASY， 就在小孩还小的时候，你让他吃啊，你让他活动，你让他 sleep， 最后一个他会强调说 you。作为一个妈妈，你还要留1/4是自己的时间留出来。我其实发现，在我们身边最多的情况就是做了妈妈以后就没有自我了，是吗？其实比爸爸要更常见，这是母亲的一个特殊性。至少在上海的时候，在中国的时候，我看到的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我印象最深的失去自我的妈妈。我就比方说从你开始好了，我印象最深的就有一次，虽然我们还出去玩 ，Wilson 又面临要期末要考试了。你知道，在我们那时候公立体系的评价不允许给分数，但是分档呢就按照 G
A B。我记得我跟他说，我这次你教语文、数学、英语，给我考3个 G 回来，对吧？就是按照5个档次来打分哈，G 是最高档，其实讲起来最高档也就是前20%。所以你看，如果你对小孩要求很高，你就会陷入一种焦虑嘛。那次你几乎是嘶吼着，你跟Wilson说，我就要3个 G， 终于讲出你的心声了。但这个心声也是很恐怖的，意味着你觉得说他每门课都很好，是你要的，也是让你崩溃的。对，这个是你显然也是没有你自己嘛。对啊，你还讲到过，你身边有很多以前有钱的，你们这个圈里一些富太太，他们的小孩总归可以送到国际学校啊，他们可以给到小孩很好的教育啦，时间也会多出来，因为很多人可以花钱来帮助小孩料理家务。他们你觉得做好了母亲这个角色吗？我觉得物质条件当然能够给带来很多的幸福，确实他们的状态就要比我们这样的比较苦的一线工作妈妈会好很多。没有这么形容，你能够看到很多他们在朋友圈里发的岁月静好，跟小孩共读一本书啊，一起去参加油画课程啊，就这样的一个享受。但是当时我可能只是把它错误的归因说他们的可能经济条件会更好，在朋友圈里做好了母亲了啊。我觉得是他们可能物质条件更好，所以他们能够用钱去解决一些我们这种一线妈妈、公立妈妈碰到的这些问题吧。你也一度认为是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是，我认为是钱可以解决。那我们就直切主题来说，他们解决了钱的问题，那他们有没有做好母亲这个让他讲的自豪这2个字用得上了吗？我觉得好像还是会有一点，哪怕是条件很好的妈妈，他们始终可能因为自身比较优秀，会把自己的孩子跟自己的童年去比，他们还是觉得自己的孩子就不如他。比如讲说，同样的，他可能在某一个在10岁的时候已经读了这本书，他的孩子上了国际学校，可能中文就不行，这本书就看不下来，他就会觉得说你还是没有我厉害，就类似于这种。是这样子。所以我也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要比跟把自己的小时候跟现在的孩子去比，然后得出一个结论，就是现在的孩子不如自己，还是一种让自己很失落的感受。他为自己母亲的角色自豪了吗？我觉得还是自豪的，这些妈妈。那这还是和物质有关系。对。OK， 所以我想，能不能在大马1年多，你也接触了不同的母亲嘛？那首先说明我们是在大马的国际学校，就我们接触的母亲也是有各个国家的，愿意把孩子送到国际学校，也可以比较一下他们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你的接触比较多嘛，你可以讲讲各种母亲的情况。我感觉他们跟上海妈妈的比较鲜明的几个不一样。我觉得首先就是不论有钱没钱的是吧，鲜明的不一样。对 ，OK， 你说说看。那鲜明不一样，我觉得他们特别善于说让自己的家里面的这个老公来参与到带娃这个过程，他们就是放手嘛 ，delegation 嘛，就是 leadership 的一个体现。所以经常可以看到我在学校停车场，基本上来接的妈妈跟来接的爸爸基本上就是一半，对不对？这个挺不容易的。爸爸参与还蛮多的，因为我们经常共享带小孩一起出去玩，一起比如 sleep over 或者出席一个什么活动，来爸爸的或者只来爸爸的比例也还不少的。对，你会发现说这些爸爸他们从事的是很多以前我认为在中国是妈妈会去关心孩子的生活起居，比如说我们儿子的大马小兄弟的爸爸，儿子回来说爸爸是每天都是会对孩子提出的夜宵要求有求必应，想吃啥就立刻到晚上半夜哪怕11点也会档口里面就买回来送过来，没有什么原因，态度特别好。我也上次在停车场看到他一个人接3个娃，他们家3个孩子嘛，一个人就牵着小的，还有2个大的跟在后边，这个东西在中国就比较少，你能想象吗？我们还有出去一整天，比方说4、5个小孩在一起，一个爸爸带4个娃，是一个爸爸带他们一起去活动完，比方说去看个戏，最后在一个 Subway 里面大家一起吃点东西，对，也是可以安排的井井有条。对，他那个爸爸还能负责摄影师，还有现场的图片这样直播，所以就看见说这个爸爸，首先他们是没有这种我们所谓的说好像做全职爸爸很丢脸的，这个没有。你看他们的神态，包括身体的这些姿势，都腰杆挺得很直，和小孩们是有说有笑从学校里面出来。那你觉得是母亲造就了父亲吗？当然了，肯定是啊。就我们家来说的话，以前我总是觉得说，其实也是心疼你工作比较多嘛，就肩负起带娃的这个重任，总是想你多休息一会儿。但是到后面时间久了，其实你不自觉的会把这种怨气，可能通过你的动作走形会发生出来，对不对？所以就心安理得的把自己不能够干的事情，
交给你的另一半去做。我觉得这边我的大马的朋友们，真是妈妈朋友们，真的做的特别好。那他把时间分享出去，意味着他自己也会获得更多的时间。对啊，所以就这些妈妈，我们甚至可以看到，有的妈妈可能到国外去工作一段时间，爸爸一个人在这里带，可能还不止一个小孩，对不对？对对对，好多2个澳洲妈妈，她们都是这个样子。我其实在想，这挺不可思议的而且是两个孩子，他们爸爸也是工作的情况下是要照顾2个孩子，这真的是一个是心大，第二个就是全然的相信，就是这才是夫妻之间的一个分工嘛。他不会说有什么愧疚啊，或者说觉得说我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做好，没有，他们就是这样子。我讲到这里，我有一些小小的体会和启发吧。我似乎觉得他只有不被母亲的这个角色压垮，不会被他牵绊，做的比较举重若轻，他才有可能会为这个角色而感到自豪。对啊，他一定不是说我的女性的生活当中我只有母亲一个角色，因为他可能还是别人的员工，或者他是自己的老板，他也是别人的女儿，又是别人的妻子，他有很多角色。母亲只是他作为女性可能生活当中的一个角色。我们的生活，在我的这些大马的女朋友们，我看来母亲是一个他们可以去让别人来分担的一个角色，所以他们就享受做母亲。可能我想我看到的是，他们会不会就是说更多的被爱所包围？比方说，我觉得他们的家庭关系都是相处的不错。你讲的这些朋友嘛，对，把母亲扮演的很好，他们跟孩子的亲子关系也相处的非常不错，因此大家就更好的去协作和商量，大家的付出是互补的，不互相补位的。而不是互相拆台，只有让一个人去承担某一种角色，他们更不会因此而产生出一种次生的二次产生的一些抱怨啦、焦躁啊，就也看不到。对，我觉得这边的第二个，我觉得比较突出的，这边的母亲很善于用一些肢体动作跟孩子建立这样的一个亲密关系是。对啊，我在行动上，前2天不是在学校里面参加母亲节摆摊的这个活动吗？正好我们其中也有一个志愿者家长，他的孩子来到这个现场挑选礼物。我非常诧异，就在众目睽睽之下，是个妈妈和女儿嘛。那个女儿选购了东西，在妈妈正好是个收银员，在那边收好东西之后，妈妈就是穿越人群，给她大大的拥抱，然后在她的脸颊上就亲了一下。是，其实这个也让我想到之前我们也分享过，如果一个事情你想要实现的话，你要实现那个名词，那你要去做的就是那个动词，那个 verb。如果你要爱，那你要去付出行动嘛。如果你要被尊重，那你要去付出的是因此的行动。小孩也是，而且他会受到感染。你像 Wilson， 你还记得吗？他刚来学校的时候，说羡慕人家他的班级同学妈妈。我每天要抱他一下，后来我们也开始做这样的事情。上课啊，这个事儿我有一次跟我的一个国外的这个同学的妈妈去聊嘛，她是伊朗人，她说她非常惊讶的看我说，什么你都不抱你儿子吗？她说 hug is very important。我才知道说这个事情我们做的太少了，我以前做的太少了，真的非常愧疚。他说他每天回家也是给他的儿子给他这样一个拥抱。所以你看，现在 Wilson 12岁，我们还有机会跟他拥抱。你还跟他一天到晚拉手的？对的，我跟他要抱一下，因为我觉得我甚至有一个想法，是在他年轻的时候，他愿意跟你拥抱的时候，你每跟他拥抱100下，在他长大以后，他才愿意跟你拥抱一下。所以你要尽量多的去和他拥抱。现在的每一次拥抱可能是过去的一个100次的拥抱换来的。我在想，对啊，今天早上很有意思哦。今天早上他醒来之后，第一件事情就跑到客厅看到我，在我脸上亲了一口。你说这个事情，你问他甜蜜是不是因为母亲节他非常茫然的看我说，哦，是吗？我反正no，他说我就想亲你一下。对啊，这个体验很好玩。那你觉得是做了什么，就是做对了什么？我们如果复盘一下，使得你开始为你自己母亲的角色感到自豪，使你自己对这个角色的担当有发生了转变呢？我觉得肯定是很多的自我觉察嘛。我觉得心理医生这前半年我上了10次心理医生的治疗课嘛，我觉得对我收获很大。所以我现在知道也会有一个自我觉察，你经历过的，我小时候经历过的那些事情，我要知道把它去阻断，不要把它变成像生理条件的条件反射一样对到孩子。所以说自己要做一个阻断剂。包括这也是其实第3个，我因为最近总是和一些马来西亚的这个妈妈们啊，还有一些其他国家的在这边度过期的妈妈们聊天，我也发现其实并不是每一个妈妈她们都有非常幸福的童年，但是这里的妈妈她们就告诉我，甚至她们会告诉我她们童年经历过的一些悲惨故事啊，自己说着说着就流泪了。但是她们会告诉我说，
我很少就发誓，如果我做了妈妈，我一定不会把这样的事情让我的孩子再经历一遍。就我感觉我真的是不能同理太多。他们明白说让孩子就是要体验无条件的爱，我想他们也是在去 practice 这些事情。那你因为之前有抑郁和焦虑，所以你说诊断对你有用，那是一个行为，所以它的目的或者说他真正要付出的改变是阻断这2个字吗？对啊，因为你不然更多的我们身边那些我感到也是很焦虑的妈妈，他们该怎么做呢？我想可能就是对自己宽容吧，你意识到说做妈妈不是你生活当中的全部，而且她的生活使她已经背负了很多。对，你不要认为孩子是你生出来的就是你一个人带的，不要去纵容这样一个丧偶式育娃，不要去你让自己过得很辛苦，但是你让另外一个人，其实你也是剥夺他育儿的这样一个权利嘛，对吗？没有这样一个必要，要做甩手掌柜。好，那对未来比方你现在做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你也是为这个身份而感到自豪，你觉得对未来会有些什么启发吗？还要怎样去做吗？我觉得未来的话，我觉得向这边的妈妈们学习嘛，你想让自己的生活过成什么样子，就努力去做这些事情，对吗？而不是说被动的在那里祈祷说明天会更好，没有这样的。比如讲说，我看这边的妈妈，他们想要为学校做一点事情，他们就很直接跑到校长那边去问说，你看最近学校需不需要安排一些什么活动，需不需要一些什么样子的赞助，那就是很有行动力去做这样的事情。我们去做这个动作很重要。OK， 所以比 parent 更好的是 parenting，比 mother 更好的是 mothering， 对，being doing becoming，形成一个循环。对，第二方面我觉得就是可能去了解不同人的生活的模式是很重要的，不能够寓于自己的这样一个幻想当中，看到别人的这样一个生活，来进行一个对自己的一个像镜子一样的这样一个引以为鉴也是很重要。所以我觉得这1年多来认识不同的这里的人，让我感受到说生活不是以前我在中国那一条模式。不要被自己的影子所吓倒，对不然你就改变一个太阳，让自己没有这个影子，或者换一种样子，对，你有可能会活得更好。对，第3个，我不要觉得说挣钱是一个很羞耻的事情，因为我可能觉得说我现在自己开公司了，我不太好意思去宣传我自己在做一些事情。可是我跟一些妈妈们交往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她们就非常坦然啊。最近我就观察到一个妈妈，我们只不过是刚刚认识，我们3个人在一块儿，她也是新认识另外一个妈妈，她就很快的问她说：“哎，你有 IG 吗？”那个妈妈说：“怎么了？”她说：“我想给你推荐一下我的 small business。”就非常自然的把自己的 IG 账号给到别人，我就大受震撼。我觉得这个首先他有他的 small business， 这是他的才能，对吗？他要发展他的 small business， 他做的一个事情我就去发展，我向所有我新认识的人去推广，没有任何的羞愧或者说不好意思。我觉得这个东西是要我向他学的，坦然。而且试图分析一下，在他的背后，把他的工作、把赚钱这个事情和当好妈妈这个事情如果你把它合二为一了，都是你的生活的一部分，它有可能每样东西都会做得更好。对啊，不要有这种割裂的这个感觉，不然你很难分清楚自己在干嘛，也会被多种角色所羁绊。对，所以我觉得就真的是对自己真诚，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也是本频道的意义啊！不要畏惧别人的眼光，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因为害怕别人对我们有负面评价，我们就自我设限了嘛。对，没有这个必要。好，那我们晚上母亲节也去庆祝一下吧。可以，你们来定啊。好，我让 Wilson 来定。好的，我们也希望各位观众能够过一个快乐的母亲节，为自己的身份感到自豪。对，如果你认同的话，点赞转发。对，为自己的这个角色感到自豪，也不要为自己没有办法做一些事情感到说自责。因为当你不能做一件的事情，你家里面的队友可以做啊，你的配偶可以做啊，对吗？你出钱也可以让人帮你做啊。还有大不了这件事情不做，孩子会怎么样呢？说不定孩子自己能做。我觉得你聊完都好像变得更加自在了。是啊，那所以大马改变了我，大马的女朋友们改变了我。OK，就这样啊。